没有他在身旁，又好风光也阴哑无华，春雨唤醒了枝桠。Sorry 啊，朋友们，刚才那个没调好啊。屋檐下风铃静静摇曳，我的心弦啊，暮色碎了一地，无人能回答。初见他漫步溪桥下，无影落桃花，月亮春色。晚上好，朋友们啊，晚上好。刚开播啊，等一下，我把那个刚才那条微博我给删一下啊，因为刚才那个开播了是我的问题，跟微博没关系啊。刚才我还以为是微博的问题呢，我还跟人说，我说我跟人微博说，我说那个推不上流，我也不知道，但是刚才确实好像是那个推流那个是有问题的，所以没关系，我把刚才那条删了啊。好 ，OK， 刚才那条微博删掉，对。有朋友说193万的播放啊，这都是虚名，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一个主打一个陪伴，咱们主要是一个陪伴啊，一个开心，一个快乐，一个轻松啊，跟那些数据什么东西都是虚的。当然有更好了啊，就比如说就觉得哎呀那个上什么热搜，上热搜，哎都虚的，但是有更好。有的时候人还真的需要一些这个虚无缥缈的这种幻觉，让你更有动力活着。不是有句话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吗？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这歌叫什么？红玫瑰是吧？红玫瑰。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色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送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来势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
却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红是朱砂记烙印心口，红是写把文字平庸。时间美化那心涌的悸动，淹没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蓝色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被动使用不痒不痛，烧的火红是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也算唱个歌，开个场啊！因为刚才是有一点有一点出现了一些播出事故，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刚才那个直播直接没了啊！所以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影响今天所有朋友的一个收看体验，好不好？各位。有没有电流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啊？你说是这个吧？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哎，在家吗？出来玩啊？出来玩，好不好？有朋友说宁哥，你今天穿的像奶牛。你们啊，就是你总怎么说呢？你们总能是什么呢？总能给我把衣服上给我搞点特色。之前那个娃娃菜那个已经，那件衣服3000多块钱，直播穿了10分钟，你们说像娃娃菜，我再那个衣服已经现在都不知道哪去了，白买了，就这样你们给我造成心理阴影了，直接白买了。你说现在这个像奶牛。奶牛也没什么呀，问题是因为那个纯真这一块咱们是代言人啊，咱们是有奶类的产品，咱们这边是代言人啊，可以的。斑马，你说斑马，你可记得我吗？我是不会什么的傻瓜。
明明是熊猫。哦，刚才有朋友说斑马，原来他是有口音，他其实想说是潘达，他想说的是潘达，然后他说是斑马，他是有口音啊，不知道哪的人啊。刚有朋友说宁哥，你那个电脑有问题，然后那个什么，你那电脑是不是坏了？我们给你买一个吧。你看看这朋友就是一个个啊，都跟那个什么似的，都跟就是家里有矿趁钱啊。刘一宁，你是不是电脑坏了？我们给你买一个啊！你给我们好好直播，你就赶紧整富婆那一套啊！最近车开了不好，我给你买辆新车，有点这种感觉啊，就是。他的意思，有朋友说 AA 是吧？就是比如说现场这么多人，你说我电脑坏了，一人 A 1块钱给我买台电脑。我能跟你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台电脑。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台电脑。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倒也不用了啊，倒也不用了，不用啊！你的电脑没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买也能买得起。所以呢，各位这个富婆姐姐们，这个你们就是收敛一些啊！一直播整那一出，就好像家里要钱没用，就想消费啊！行。你说宁哥最近干嘛呢？抠脚吗？抠脚。前两天去挤牛奶去了，这不穿的这种挤牛奶的衣服过来给你们直播嘛啊。有朋友，宁哥最近有什么最近在忙什么？有什么活动吗？这种朋友呢，我一看他问这个问题，他就不是我的铁粉啊，他最多算是路人粉，或者是我的就是可能是关注我的这种朋友。正常，因为我们家粉丝，我每天干啥他都知道啊，包括我那个工作室也会发，然后不能发的那种的朋友们，其实你们私底下这个路数也挺多，我每一个录制的节目，我总能看到那么几张熟悉的脸庞，都能混进去，挺狠啊，挺狠，朋友们，狠啊，就是能混进去。而且咱家有一帮朋友们，其实挺厉害的，当然也有些是铁粉，有些是确实。就是我去录节目什么的，总能遇到一些事儿啊，比如那种就是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一统就过来了，说：“哎，宁哥，那个我们那个台长家的亲戚，那个家里的那个姑娘特别喜欢你，一会儿可以过来跟你合个影吗？”我一听，咋不能合呢？能合咋不能合？我等会儿补个妆，你敢不合吗？对吧？所以，但是呢，总有这种朋友、亲戚啥的，就是那种关系。比如说，哎，我们那个今天晚上节目的总导演他那个他那个亲，他妹妹家的孩子特别喜欢你啊，来就想跟你合影这种的。咱能不合吗？对吧？你能不合吗？都合呗，我也不是啥不能合的，然后那合呗。然后有的那种进来了，就是那种显得很拘谨，就那种。你好，老师，你好，我们拍个照。我说好，然后比个耶，一拍就完事儿了。这种呢，就属于就是可能认识我，对我有那么一点喜爱，但绝对不是铁粉。但有一些粉丝其实是在某些平台上已经很厉害的那种，不能说姐姐啊，那种朋友啊，比如说某一个平台的投资方。比如说某一个那个平台的那个就是高层管理啊来了之后，说能跟你合个影，我说好，结果他直接开口叫我老大，
反正有一进来，老大，拍个照片，我一听哦，这铁粉。铁粉无疑了啊！有朋友说我自从粉上你之后患了那个失眠症啊，总睡不着觉。你现在给我玩这一套，就是有点这种，就是那种想我想都有点睡不着了，有点啊。你是想说我长得像鬼，给你吓得睡不着了吧？我说，有朋友说没戏吗？挺闲。对，最近没有什么戏拍，找我拍了，没活了，朋友们。挺闲，特别闲。我最近就是在家抠脚抠的，你看我今天也没啥事儿，所以就上来直播了。所以就是希望朋友们一直也能这么的休息下去。不是红酒啊，没喝红酒，喝的那个薏米水。啊。我本来心情低落，一看你直播被治愈了，我还没干什么呢就治愈你了，啊！有朋友说我今天这衣服像斑马，像熊猫，像那个奶牛。刚才那个朋友看到我这个画面就是被治愈了，我感觉你应该出去溜达溜达了，你去感受一下大自然。你在我的可能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一个感受，所以让你心情稍微开朗了一些啊。这个我想说一个点啊，朋友们啊，我昨天不是参加了一个活吗？啊，参加了一个国风的一个活，一个晚会。然后昨天就可能是因为它是国风嘛，我可能就打扮的稍微就是有一点那种国风一点啊，比如下面穿的那种就是像古装戏那种袍子，长袍，然后头发呢就上面给搞的稍微就是那个稍微长一点啊，就那种有点这种古装造型。结果我发现一帮朋友在那干嘛呢？在那儿，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我是一个30多岁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们说我像女的？朋友们，现在玩这种就是那种就是这种人设是不吃香了。他不是5年前，5年前你可以走这种人设，你走这种人设，说哎这个男的漂亮的，哎像个美女似的这种的，走这种娘气这种的，它是有市场的。现在不允许了，朋友们。我是纯爷们儿，朋友们，你别给我整好不好？以后你觉得就是好像今天造型还挺好看的，或者你喜欢哦，好看谈不上，但是你喜欢吗？你喜欢你偷偷摸摸的。啊，你可以形容什么呢？哎，今天这个造型挺有仙气的啊，仙气飘飘，这种是可以的。你别上来直接喊我，是不是？因为我前2年就了解了一个词叫做泥塑粉，我当时说泥塑粉是什么意思？泥塑粉。就是用泥给你塑造，是不是？从字面解释是用泥给你塑造，就是说泥塑粉。但是我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泥塑粉好像就是把我一个大老爷们当成一个女的，这不好，这好吗？这不好啊！所以我奉劝各位年轻人，好自为之。
你看我对呀，朋友们，你看这个朋友说的很对。你说宁哥胡子茬多明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胡子长得就是快。我就是打个比方，我打个比方，我化完妆到现场上台之前，胡子长出来了。临上台就拿电动剃须刀，刮完上台。你说我这么粗犷的一个男的，然后你还给我整这一套。我昨天就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刷这个大家的评论，我一看都是不堪入目，看的我就是心惊肉跳的哦。有人关心，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多少次拯救别人，却忘了安慰自己。偶尔也想有朋友看看腿毛。我也没必要在直播间证明我有多爷们儿，给你们看腿毛啊。刚有朋友问了一句非常尖锐的问题，正常的艺人其实都不太敢回答的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做医美了？”前一阵打了个热玛吉，也就前一阵有点面部有点松弛，去整了个热玛吉。超声刀吧不敢弄，太疼了，然后就打了个热玛吉，开的那种能量非常小那种的，啊，就是稍稍微微的，其他的没弄，其他也没有什么可弄的了啊，因为也救不了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保持状态好一点啊，上镜的时候尽量别显得那么疲惫，然后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也弄不太了了啊。有朋友说现在艺人都干细胞，给你懂的，给你懂的。有朋友说今天宁哥你这灯怎么紫紫的？灯怎么紫紫的？不是因为啥？因为今天我就故意把这个桌上这个小灯给它调成了这种带点蓝光那种的，然后带点蓝光给我补一下脖子这地方，就显得就是有点这种氛围感。哎，今天就故意就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个直播间弄得有一点氛围感，有点像那种就是那种酒吧吧台那种的。哎，有没有那种感觉，朋友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点这种微醺感。我找一个适合微醺听的歌啊。等一下，微醺的歌，微醺的歌。微醺一定是那种就是，这个不算微醺，这不行，我得来个那种的，我搜一个啊。
哎，这个好像对了。Cheers， 老姊妹儿。有朋友老大，我今天过生日，能祝我生日快乐吗？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真开心，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他们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对于理想的拥挤，却很少有人关心。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有朋友说宁哥说说这个努力的人这首歌是吧？哦，这歌就是很开心啊，他就是那个对，最近那个又重新我发了个录音版，它作为这个央视新闻的一个暖心励志曲，就希望在年终的时候有一首暖心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所有的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啊。也算我，虽然它算是去年的一首歌，但是我重新发了个录音版，然后词也有一些修改，然后呢，也算我2025年的第一首歌，也送给你们。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可没能等到奇迹，想过要逃避，总开玩笑说要放弃，却一直没放弃。你问自己，到底怎样才算努力？看到太阳升起，陪着家人老去，等到孩子长大远去。多不容易，在生活的难题里，太多复杂的情绪，太多来不及，但一步一步的脚印，已经走到这里。你看着自己，终于不会再犹豫，下定决心的你，默默鼓起勇气，去拥抱自己。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奔走在无数深秋冬夏，还坚守着那份倔强，跌跌撞撞去寻找不远处主宰的时光。看看这些努力的人们啊，留下那一笔满是潇洒，请别害怕风吹雨打，那有我有你也有他。很多朋友说，刚我看到朋友说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了啊，就是觉得还挺感动的。我希望这首歌就是感动是一方面嘛，另一方面是希望你能够鼓励你嘛，对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也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直走到你成功的那一天。
近，但一步一步的脚印已经走到这里。有朋友说我语文考了92分，你是一个小学生吧？你语文考92分，你要来告诉我，你是等你宁叔叔表扬你是吗？真棒啊，真棒，真不错，加油啊，好好考试，加油啊，你下次考100啊。我英语考了100分，关我什么事？没有，真棒啊，真棒！这个宁叔叔觉得你这个真不错啊，加油加油！以后保持那个什么啊，保持再考一个100这样事儿。下次你有机会见我，拿着2张100分的这个试卷来找我，我给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好不好？或者是这个价值45块钱的1桶豆油，你选好不好？也算你好好学习的一个奖励啊！加油，那个小朋友。有朋友说我的学生考了全区第1，好的好的，老师真不错啊，真不错。你是教什么体育的是吧？开玩笑。哦，你的学生考了，对啊，这就是不错嘛。当老师的自己的学生能够有成功的那一天，他也就很有那个什么嘛，很有这种荣誉感嘛，因为他是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培养的嘛，对吧？园丁嘛，对不对？嗯。有朋友宁哥能跟我说句话吗？跟你说了啊，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这个公屏下面我的字都能看到，然后有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但我不能每条都回，因为有的时候因为稍微会有点快，然后有的朋友打的比较长的话，我就可能没等看完他就滚动上去了，所以朋友们我都能看到你们打字，你们可以尽情跟我互动啊，但是我没回你们别介意啊。尽拼尽了全力，可没能等到奇迹，想过要逃避，总开玩笑说要放弃，却一直没有。有朋友说我数学终于考到120分了，真棒，真棒啊！差不多得了啊，真棒。你们去气我，为什么呢？你们都是那种学习好的人，我就是属于那种学习不好的学生，你们这样就会让我就有一种挫败感。哦，你这样会让我有挫败感的，所以刚有朋友说宁哥能把那个蓝灯关了，你管我？我今天好不容易有点成就感，我刚刚把这个蓝灯一打开，我觉得哎呦，今天的这个直播有点氛围感啊。结果上来你一句话，你给我否定了，你不是过来砸场子吗？你不是吗？今天我调完这个蓝灯，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个天才，我这个灯氛围绝了，今天哇，这小帽一戴啊，就是贼带劲。贼有氛围感，你结果告诉我你给我关了。我今天的就是我现在在那，就是因为这是紫光灯，我在这消毒呢，我给自己杀菌呢，理解一下好不好？啊，我给我自己杀菌呢，我现在就是那种紫光灯杀菌啊，然后照完之后呢，脸上螨虫会少一些，能不能理解？我在这治疗呢，啊，我在这治病呢，朋友，一会儿我调成红色的祛痘。一会儿再调再蓝一点，我美白，我在这其实照这种光呢，你知道吗？啊，先紫色是消毒在这啊，理解一下，大家都是努力的人，好不好？有朋友能不能唱曾舜晞的歌？可以的，我的好兄弟啊！我因为他当时刚发那个歌，我就发了个视频嘛，用他那个歌就是曾舜晞啊。
何妨如一颗星，是不是？何妨如一颗星，唱一个，我听一下怎么唱啊？我学一下，但我副歌我是听过的，在前面我不太会唱，我学一下。頭脫了快樂，你心中了什麼？朋友們，是這樣的，那個這首歌錄的時候麥克風是用的我的，他跟我借麥克風錄的，所以會有這麼好的一個好聽的一個感受，你懂不懂？我的麥啊，还英文呐 ？This is the 什么？修这个单词怎么念 ？The fearless spirit raise high, my mind starts to say night. I see your vision clear and bright, and hear your dreams day and night. 無妨如前方星閃過，忘記繽紛燈火，為疫戰中翻過，留低今天結果。Round into the sea, swelling this of pride. You got a courage, so take that step. Now your chance to shine bright. 得学，这歌能唱，但是我得学一下啊。我之前都听的都是那个副歌那几句嘛，啊，前面还真没听过，英文那块也没有。行吧，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唱吧。有朋友聊聊微博之夜，聊啥？聊什么？那天整个的一个流程已经走完了，再往回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我就再聊还得再被骂一圈儿，所以就不聊了呗。啊，就是那个那天就是我看有个朋友说了一句话非常对啊。有个朋友说这个，因为当天不是又被骂了嘛，当时又骂了，然后各种的又假扮这个粉丝那个粉丝来讨伐我。完事儿之后，我有个朋友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对的话，我感觉就以后我可以这么想了。这个朋友说啥呢？说既然刘宇宁说什么都会被黑，那就代表着什么都能说。哎，你这个理论挺好啊。既然说什么都是错，做什么都是错，那就代表什么都能说，有道理。他们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对于理想的勇气却很少有人关心。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突然就是有的时候也不算是什么呢，也不算是才有的一个感悟吧。其实我之前就是这样。但是呢，在这个行业你混了几年之后，你就是你确实挨过打，你确实吃过亏，你确实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吃过亏，你挨过揍，你肯定记得这些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我就会说一些话啊，就有一些话就会被拿出来，就是那种上纲上线的对你进行一些侮辱啊，一些批判啊。当然，人家侮辱的点也批判的点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啊。而且有些人是吵两句啊，有些人是吵两句，就哪怕说嘲讽两句
啊，说这个那个，你是一天没有文化，还哐哐上直播间给人上课呢。像这种就顶多吵我没文化。他有些那种坏的人，他是干嘛呢啊？那种坏的人，他第一是什么呢？他带节奏，他带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好像很多人很讨厌我的一个节奏。就是那种的，你不知道吗？好多人都讨厌刘宇宁，都是因为他那个剧那个劝退了。他带这种节奏，这很坏的，这是第一种。第二呢，他有的时候把我的一些话给我上升，给我玩那种上升，你知道上升到什么角度吗？上升到男女对立上。这种是纯坏啊，这种是属于恶了。就是我，你大家也知道，因为我的粉丝都是女性，我一定不会有不尊重女性这个点，但是呢，他就会莫名其妙给你上升到一个男女对立的点，让我充当那个冲锋陷阵的人要干我。他是这个你搞这个东西纯是要搞死我，他是往死里要搞你啊，他是想让你死，所以这种就比较的讨厌，就比较的坏了。你说嘲讽两句，你说哎刘宇宁真丑，刘宇宁真不行什么的，这都可以，这是无伤大雅。他那种往死坏那种的，真是想往死弄人那种的，你都会有报应的，朋友。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没有出息。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就刚刚没说完嘛。我说混了几年之后，确实吃过亏啊，被人拿出来吵两句啊，怎么样的？我觉得不知道。我就是我2025年，我突然在年前，我好像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说，我说我好像有进入了一个循环。我这个循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说心态的循环，年龄的循环，是想法的一个循环。就是我会有一种，我管他呢。不喜欢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为什么要在意那些？我突然我想明白了，就我为什么要在意那些？就是你说我别说这句话了，我说完会不会被人骂我又怎么样了？就是我为啥不能呢？对吧？我又不伤害别人，我不伤害任何人，你来挑我毛病是你有毛病，我没必要去顾及这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2025年我是这样的。我管你呢，我不管那么多哦。一边奔跑一边寻求生命的意义。多少次卷就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有朋友还这样子，有朋友还装好人呢。比如呢，看到有舞台唱歌那种的，打个比方，有一个那个微博下面，比如说发了我的那个唱歌视频，很多人在夸，很多人说。今天这个舞台真不错啊，或怎么样，就哪怕我唱的没那么好，大家也是鼓励嘛。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说刘宇宁唱歌还行，但演戏就算了吧。关你什么事儿？你啥都要来评论两句，你干哈了？你是飞天小女警啊？你啥事儿你都得评价两句，你是干哈的？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重要？你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你得评啥事儿说啥事儿你都得评论两句，你都得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你干哈了？你是这个行业里顶尖经纪人，还是哪个顶尖的这个制片人？你对这个选择演员的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看这个你评两句，那个你损两句，这个世界好像是都你好像就是那种得归你管。这地球没有你不能评价的东西啊！刷什么存在感？你是真的是啊！璀璨的繁星。让辽阔无垠的夜空有了意义，正如遇见你。我今天为什么上来直播啊？因为这个我看朋友们给我点了，因为咱家很多朋友特别好啊，就他会去翻我以前的微博，然后看看我以前发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突然你们不提醒我都不记得。今天的那个1月17号是我10年前在微博发的第一条微博的那一天，所以也就是意味着10年前第一条微博也就是2015年1月17号发的嘛。
那今天呢，正好是2025年的1月17号，10年了。我的第一条微博和到今天，也就意味着我跟微博已经认识10年了。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是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所以今天上来直播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个没说完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是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时候别顾虑那么多啊，别顾虑那么多，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别管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跟你没关系，你跟他们也没关系啊。是吧？10年之前我就发了一条微博，到今天我上来给大家播一会儿，我觉得也是缘分啊。最后我是在微博这边直播，然后每天没事就上来跟你们聊聊天啥的，也挺开心啊。此10年彼10年，熬过命数已离间，其实只想再见一面。有朋友刚刚说你没开磨皮，我今天皮肤很粗糙吗？是吗？这皮肤很粗糙吗？洗洗油。所以我就想说2025年是这样的，我就是只要我不做那种不好的事儿，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这样的。我今年就这样的哦，因为再不年轻再不闯荡就老了啊，再没有个性，你等我50岁的时候有个性啊，没必要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生的主旋律，失败的10年总让人洞见自己。那你刚刚想聊一下，刚刚有朋友说聊聊那个唱的那个日文歌是吗？然后上次是跟那个工藤静香老师一块合作，唱了一个最初的梦想。那个歌其实我其实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唱过。因为我以前也翻唱过很多的歌，包括有的时候之前唱酒吧也好，直播也好，其实唱过很多歌，但唯独那首歌是我从来没有唱过的。他那个歌我听过，旋律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唱过。所以这一次跟他合作也是压力也蛮大的，然后也算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还特意就是因为人家学了几句中文嘛，我就可能学几句日文嘛，有一点那种来来回回的感觉嘛，对吧？君の湯の三度で届けに行こう命の砂漠へ，背起来了已经啊，已经背起来了，就这2句。让灵流无垠的夜空有了意义，正如遇见你，让千叶的故事从此连词千句。毛利兰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你 get 不到就算了，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啊。你能 get 到，你大概就知道的。
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合作还挺开心的，然后也挺荣幸的，那个对，就还挺好的，但那天其实啊，说句实话，那天有点发挥没发挥好。我那天发挥没发挥好，前一天我彩排的时候唱的可好听了，我自己都觉得哎唱的挺好的。啊，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那个歌有新鲜感，因为以前从来没唱过。然后呢，我前一天彩排的时候，我们当时排了4-5遍吧，大概，我就觉得哎，我唱的真好听。因为是啥呢？因为我跟人合唱呢，都会有一种，就是也不算较劲吧，啊，就是较劲谈不上，肯定跟人前辈老师较劲肯定是谈不上，但是心里会绷着一根弦，就是我别唱的太拉胯，你懂吧？我懂，上台我跟人合作都会这样的。我心里都会绷着一个弦，就是我唱的别太拉胯，人是前辈，人是大师，人是艺术家，那我一个小卡拉蜜跟人合作就别太拉胯，被人比下去啊。其实也不算切磋，算合作嘛，但是就是两个东西它声音是此起彼伏的嘛，所以呢那起码有一个旗鼓当当的感觉，也不是旗鼓当当吧，就是和谐的就好嘛，啊，是和谐的。然后前一天我就彩排，我还觉得挺好的呢，啊，我觉得哎没唱过，但是我唱的挺好。那结果第二天唱的时候，因为我是后出来的嘛，前面我就在前面就是我假装松弛啊，就是我还跟着哼呢。然后就在那还挺放松的，然后结果呢，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就往外走，然后因为就是你们可能你们不是歌手啊，你们可能就是那种，你有些东西是理解不了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你前一天试音的时候，你调好的耳返里的东西呢，你第二天就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或大或小，但一定会变。为什么呢？因为你前天彩排的时候，现场是没有观众的啊。比如说你这么大一个杯子，打个比方，你这是个杯子啊，你装这么多水，它是这个声音。你要把水装到这儿了，它就是这个声音了嘛？就我说这个意思你就明白了吧？所以呢，它整个声场和听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当时会觉得，当时会觉得自己的耳返里的那个人声有点小呢，就是人声有点小，我就觉得没有劲儿，你知道吗？因为人家老师在前面唱，他把那个气势扬起来了，因为人家音色非常好听啊，调也很高，很好听。所以后面呢，我就有点什么感觉呢？我后面想卯一卯。我想卯一卯，就是那种的，如果脚步被现实打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会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到这个时候里，我已经耳朵里有点那什么了，有点觉得声音有点小了，我就要多努力才能隐形翅膀。我可以把麦克风放得很近。沮丧时总会有些难到孤独的重量，渴望等的人给个温暖，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这个长，这个是有一点技术难度，但是不是很难。但是你心里唱那个音的时候，你要打个鼓，默契那么长，穿过风。但是我这个唱，其实唱的没有特别好，跟我彩排比就有一点小呲，但是还行啊。但是没有我之前脑袋里预想唱的好，就他让我有点失望了。那个音唱的让我有点失望了。那么长，就是没太唱好。他就是比如说这个音需要唱到100分，你彩排的时候唱到了80，但是我现场可能只唱到了60分，就是让我那个音唱完之后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故作放松嘛，然后意外之后后面穿过风再绕个弯，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想，因为我前面唱的没那么完美，所以后面得往回找嘛。往回找用什么找呢？我就想变个语气，把这个唱的语气把它变得急促一些，就绕个弯再绕个弯再往上，就是把这个呼吸调节调快，让这个歌听起来更加的激烈。就是你知道吗？就往回找吧。作为歌手是有在舞台现场演唱是有这个内心的活动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再绕个弯，现在连着往上一样醉，然后这个出一定要有个哭音，醉
最初一定要把这个唱出来，不能唱最初的梦想，就感觉少了点味儿。因为那个前面那个老师他是，就是我可能说的有点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啊。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大脑的飞速转动，因为那个老师工藤静香老师人家是日式唱法就有这种音儿。它是有这种发音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地方也来一个这个初，最初，你知道吧？我又往回找，就是包括前面那个一系列激烈的递进，再绕个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就是我那个意思。我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的大脑，比如说我的大脑的思维是100%，我可能60%分给了刚才在判断接下来该怎么唱，可能嘴就没跟上大脑的反应，所以唱的有点冒啊，唱的有点冒，没控制太好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可能就会比这个会好一点啊，会更好一些吧啊。啥叫有点冒？有点冒就是过了，冒就是比如说你在家，比如说你这是杯子，你往里倒水，倒水的时候最后冒出来一点啊，它不是正好装满一杯，它是冒出来了，就洒桌上了，你懂不懂？啊，不是冒进，就是有点冒出来了，啊。有朋友说新疆欢迎你，好的，有机会去新疆去玩啊，也这个谢谢你的邀请。我去了，你带我吃饭吗？你不能光说一句新疆欢迎你，然后你去了你不管我，你最起码给我来带半斤葡萄干来吧，啊！哪怕你给我整2块酸奶疙瘩什么之类的，给我整2块啊！你不能光欢迎我，你不付诸行动。口头欢迎啊！有朋友，你真的要吃酸奶疙瘩吗？我是吃过的，但那个东西属于什么呢？属于啊，1年可以吃1回。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就很神奇，你吃。你觉得你接受不了，但你不吃，有的时候你还会想那个东西，就是很难受呀。你刚才那个朋友提到新疆了，我突然就是脑袋里有一丝想吃酸奶疙瘩的那个念想出来了。就有些东西，有的人说不清它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就想说刚才突然还真的是我回想了那个味道嘛。就像朋友们就是脑子里想的东西嘛，就是比如说你吃过什么东西，你再想能想到那个味道。我刚才脑子就过了一下酸奶疙瘩的味道，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想，但我相信一咬我就不想吃了，就是这么个感受。有朋友说推3会有吧？那咱不知道啊。推3现在目前嘉宾有谁？这个地方确实我不太清楚啊。但是确定是我，反正我是应该是去啊，我是应该是去，因为我跟那个。目前确定的几个人是，我是去的啊，我去，因为我都没事没戏拍，搁家抠脚嘛，赶紧多录点综艺。秀妍欢迎你，好的，我都看到了，朋友们，我看咱家朋友们全国各地都发来了这个邀请啊。好嘞，管，有朋友说管包吃包住，我就不住了。你这个算盘打的是真响，让我去你家地方，然后上你家串门去，你就等于过年带我回家拜年去了。想多了啊。
其实现在吧，就是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哎，那个宁哥，你来那个内蒙古，我请你吃什么这个内蒙古美食什么的。其实现在因为就是因为我也总到处飞嘛，到处奔波，然后包括我其实虽然我常年在横店，但是北京啊、上海这种地方就大城市稍微的一线城市我待的也比较多。其实你现在想吃什么，你都有当地都有一些稍微就是正宗点的饭店，都会有那么一两家正宗的，所以你总能吃到的啊，所以还好，就是没有说想吃啥就吃不到，或者一定得到那个地方才能吃那种的，还真的很少啊。所以去了有的时候就是看看风景，玩一玩，吃啥真的没怎么太多吃的。你说你比如说那个牛肉干，你说内蒙古说比如说那种牛肉干，你说在我这儿也能买到，对吧？所以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去看看风景啊，逛一逛什么的。有朋友说我堂姐超喜欢你，是吗？那为什么你来你堂姐不来？你为什么你来你告诉我啥意思呢？就是你来了跟我说我堂姐超喜欢你，但我不喜欢。你是后面那个尾句没说是吗？我堂姐超喜欢你，但我不喜欢。我是他堂姐，行。有人说老大你喜欢旅游吗？我说实话，我挺想旅游的，但是每次哪怕说，就是其实我是想说，之前我是想说，就是旅游对我来说其实还好，我就没有那么的想去的原因是啥呢？因为我这2年当艺人当的啊，总到处飞，啊，该去的地方其实都去过了，而且去的城市都蛮不错的，然后都挺好的，然后什么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啊，这种成都、重庆啊这种就是好的这种城市我都去过了，啊，然后你说有朋友说，那你去玩大自然呢？我是丹东人，我旅游城市，我丹东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江有江，要河有河。从小我就是在旅游城市长大的。你跟我说，你说宁哥到我们这来爬山，我从小就我家就住在山上，我家住半山腰一个平房，然后你跟我说去爬山，那就我没什么那个不太能吸引我，那个不太能吸引我，就是对，是的，有朋友说张家界的风景举世无双，那桂林山水还甲天下呢。对，当然都很美嘛，每个地方都很美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爱自己的家乡。我说的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对那种自然风光就还好，因为我从小满山遍野的跑，啊，跟他们上山抓蜻蜓、抓螳螂、挖土豆、挖鬼头姜的。我们我小时候净跑山了。下大雪的时候，你说，比如说，哎，宁哥，咱们那个冬天去东北看雪，我从小去玩雪。我从小你知道我们家后山那种野山，你知道什么叫野山吗？就那边山就是那种很少有人去那种山，我都爬那种山。去山上然后下完雪老厚了，1人多厚，然后呢，我们一点点给它压平之后呢，把那个雪那个大斜坡，大概有个就这么一个坡度啊。这么斜的一个坡，我们把这个雪压平之后，做编织口袋从山上往下滑，
我们4、5个小朋友坐成一个小火车一样的，弄鞭子口袋坐屁股底下，从山上往下滑，那容易翻下山崖都。小时候就是我能活到今天，纯命大。那每到冬天就爱玩这个。第一次玩这个，第二还喜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坡啊，我们家比如说那种就是往山上走嘛，因为我家在半山腰，我说了在半山腰，真在半山腰。然后呢，你需要爬坡往上走嘛，往上走呢，以前家里哪有什么下水道？家里没有，尤其住平房没有下水道，哐家里就洗衣服水啊，放水龙头就随着那个管道就往那个道上流啊，流的一路都是那个水。然后呢，一到冬天就结冰。我们那个斜坡呢，一到冬天就跟那个什么游乐冰场似的，全是冰。我们就弄个铁锹，就是家里铲雪那个铁锹，我坐屁股底下，前面把的那个把儿，像是跟开车似的，天天搁那滑冰呢。小时候净玩这个了，小时候净玩这些东西了。啊，上山去抓那个也不是上山，就是夏天的时候抓螳螂嘛，抓那些各种蚂蚱什么，抓一罐头瓶子。然后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在那种树上，冬天的时候那个螳螂不都是结那个籽了吗？下籽了吗？然后在那个树上把那个籽，就感觉那个树上好多籽，我们抠下来，打火机抠下来之后拿打火机烧着了吃。啊。那小时候就啥都吃，小时候打那个螳螂那个籽从树上抠起来，拿打火机烧完之后一闻老香了，然后我吃完之后，旁边那小朋友还讲给我来一口，给我来一口，我不给，你自己去抠，哐吃，小时候就哐吃啊。他夏天的时候也烤那种蚂蚱吃，就蝗虫嘛。把那个蝗虫那个大腿扒下来之后，拿打火机，就打火机能烧万物。小时候有个打火机就饿不死。你把那个螳螂那个大腿弄下来之后，然后拿打火机一点，它跟爆米花似的，它爆开之后一闻超级香，跟现在我们吃那个牛蛙味儿是大差不差。真的朋友们，跟那个牛蛙腿是那个味儿大差不差。拿火一烤一吃，叭香啊！真的能吃吗？真能吃，但是我不建议各位现在吃啊，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第一是没有什么东西玩，然后第二是我从小在那个山附近长大的，所以我们那种山里的孩子都这样啊，童年去世，差点去世了嘛。我们那前就是包括我们周边都是河，没事就下河去游泳，哪有什么河就是都是些水泡子。大水泡子去了，然后有的水泡子浅，比如说只到腰呢，我们还自己往下挖呢，给那个石头挖出来，搁里边游泳，也不会游啊，在里边游泳，天天玩这些东西，就小时候都玩这些东西啊。给我淹到那回是咋回事呢？有朋友说，因为有朋友知道我怕水嘛，给我淹到那回是啥呢？也小，那个时候那小跟家门口那帮小孩都作啊，就到处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是往后山绕。我们的后山有个工厂，那个工厂呢就是那种荒废那种的，那个工厂整个都荒废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神奇呀！这就是那种，就是电影里边那种荒废的城市吧，特别有感觉。因为你一进那个厂子，那个整个厂子那种好多仓库里边全空的，全是灰尘，然后里边有各种铁架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这太帅了，这是未来科技，这是丧尸国度，有点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像我们看电影那种荒废的那种废土风，然后就进去了，就觉得啊，好好玩，这边跑完之后呢，里边有个类似像蓄水池那么一个地方，大水泡子，里边就是有那个一个大池子大水泡子，然后说那个什么，说那个意思就是。这有朋友说秘密基地啊，那也不算秘密基地，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工厂老大了，我们在里面逛一天都能逛完。它以前应该是一个针织厂还是什么厂的，我忘了啊。然后呢，我就一个大水泡子，我们说下去游泳，那水都嗷嗷浑的。那回下去给呛到了，差点是感觉就是死在里边啊，所以后面就比较怕水了。有朋友，原来你从小就玩开推，可不是吗？有朋友说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打你。
我给你地址，你过来打我，你上门来。你是黑社会啊？你现在玩这种网黑，你是网络黑社会，要我不回答你问题，你要过来打我哦，你要埋伏我。回家没挨揍吗？回家没敢告诉家里人，哪敢说，不敢说，那这哪敢说？但是通常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项目，弄个编织口袋，就是什么叫编织口袋，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懂，其实就是装水泥那种大编织口袋的那种麻袋，装水泥那种编织的那种口袋，然后坐屁股底下，从血坡往下滑嘛，老过瘾了，老爽了。从这么斜的，你看这么斜的坡，从这个山顶这样往下滑，老爽了，就是太刺激。你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最刺激不是那个速度，是你在半路上不一定是那个屁股戳到哪个尖上，就是那种，因为它有山嘛，它不是平地，它有大石头，你就感觉戳到那个尖上，弹起来一下，哇，好刺激！你就感觉像过山车那种，就是中间有一个困难，你渡过去了那种感觉。回家之后，那小时候我们都穿棉裤，那棉花都露出来了。回家确实我妈打，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奶奶一块长大嘛，我奶奶回来是真也没说打吧，就是照我屁股来整2下。你看棉裤让你照的。有朋友说宁哥，怪不得你屁股那么翘，原来是小时候是创肿了。你一个小姑娘，天天盯男的屁股看，你有病吗你好意思吗你啊？啊？有朋友有画面了，可能是小时候就是总是用屁股越过那些石头尖儿，好像创肿了是吗？不能吧？淤血流到今天，淤血流5岁造的淤血流到35岁。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我就前一阵不流行那个嘟嘟唇吗？我现在开始抽自己嘴巴，好不好？把这个嘴抽肿了以后，每天嘴都是这样的，嘟嘟唇嘛。原来我们就是让它翘起来，就是给它整肿。有朋友说他说那地方叫什么木里湖还是什么地方，我没看到。他说请你吃羊肉，哎，羊肉我还真挺爱吃的，我爱吃羊肉的，我可爱吃羊肉和那个喝羊汤啥的。我今天我不瞒你说，我今天回来的路上我还是在想，我说要不要搜一下北京哪家羊汤正宗好喝，我想去喝羊汤去。我今天特别想喝羊汤哦。宁哥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我大概4月份左右啊，4月份左右开始开，不着急，还有两三个月。很多朋友，因为咱家很多朋友是那种就是上班嘛，也蛮辛苦的。你说开场演唱会，其实花销也挺大的，所以给你一点时间让你攒钱啥的啊。当然，如果那个钱有用，你就先紧着你生活，没必要说一定来看我演唱会，还是说生活要紧啊。演唱会多少钱呢？你是没看过是吗？演唱会是这样的，有几种档位啊。第一种是免费的，这个免费的是怎么弄呢？免费的就是不去，
哎，这个无论谁演唱会，我不去看，那就免费。这种演唱会票属于免费的啊，或者在网上刷视频也算一种。然后其实没有演唱会，其实都是有那种，其实就是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座位有关系。你坐在前排，你离舞台近，你就贵一些嘛，啊，可能1000多呀。那你往外一点就是啊800左右啊，600左右啊，啊，再往后就更便宜嘛。就越往外就是离舞台越近，越那个什么，越贵嘛。越往外越便宜嘛，就几百块钱，那便宜的几百，啊，贵的就是1000多，是这样的啊。来个免费的。我现在不在这给你免费吗？一年19场，去年1年就19场免费的，你不能总占便宜没够啊你啊！有朋友坐台上，台上的多少钱？你坐台上你要干嘛？你想当明星啊？你想当歌手，你也有歌手梦想上台。那我直接干个活，我就开个 KTV 得了呗。我直接开个 KTV 让你们去你们唱呗，你要上台唱啊？有朋友说，有朋友还在那指责我呢，你给我俩装可爱在那儿啊？刚有朋友在那装可爱，你还说呢？去年才19场，你给我装什么可爱啊？你还说呢？去年才19场，少了。哪个正儿八经歌手演员一年给你播19场？偷的乐吧你！还嫌少了。有朋友说，那在舞台上演唱会说坐你腿上坐你怀里是这个票钱是多少钱是吧？哦，就是属于就是他是想要这种特殊的这种座位，就直接坐我腿上。他估计都帮我算好了，我2条腿，一腿可以坐1个，这样也就是这个地方是2个位置，啊，肩膀头子上也可以有一个，是吧？3个位置，坐我腿上不要钱，送一双银手铐的。我告你这个性骚扰啊！我会告你性骚扰的。我就告你猥亵我，我不仅告你性骚扰，我还给你个大飞脚，啊！烧鸟什么玩意儿？行，非得我有些词儿别说的那么的那个什么。等一下。哎，你等一下，你们别说话啊，你别出声啊。我怎么觉得门外有人？该不会是刚才那个什么？刚才说要过来打我那个人来埋伏我了吧？有这个可能，朋友们，我出去看看啊。朋友们，你们也听到了是吧？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看，我看有没有人埋伏我。为了刚才那个朋友跟我要地址，不是跟我要地址，他说了，他说你再不理我，我就打你。他估计找上门来了，欺上门来了，朋友们，那我肯定不会放过他啊！羊汤到了没有？有朋友说鬼来了，你去你的！我去看一眼啊，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啊，你们先不要走开。一会儿如果我这块要是被人埋伏了，你们帮我报告啊！我放个 VCR， 朋友们啊。
开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舌鸭肉啊，就点上了。追星这一块讲究就是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天天都会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元气举开大一点，咋了呢？走得快点，唱2个点，聊3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大家都讲，大家都说，大眼瞪小眼，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得冷静点，冷静点。就这个人好像是个病，多句都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玩意儿！来，把价格先凹出来，帮你点一份外卖。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特别可爱，希望你演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1+1等于2，你都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比拟。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哈哈哈哈首先呢，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吓我，要不然埋伏我。我就感觉这些不多粉丝，我感觉这帮人在耍我、调戏我，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的给我，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给你们女人叫做 PP， 我怕影响各位兄弟，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离奇。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这得家人的福利，而且在这做的给你俩露。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过去，啥玩意儿你脑袋接触不到，知道。好了，可以，明白。对，好，是。行，我先挂了，我这不行，我那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衣液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到刘宇直播间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吗？我这是超市吗？跟你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怎么了不起的啊？我也犯不上吧。我一看人，我就说你们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博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万里挑一，人见人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流连忘返，因药青山积雪，功德无量，我曾兄弟刘宇宁。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
安全回来了，朋友们啊 ，Don't worry。安全，朋友们 ，OK， 啊，安全。有朋友说聊春晚，我就不聊了。原因是什么呢？他在我心中就俩字儿，敬畏就完事儿了。我说句实话，朋友们，因为春晚这个我真的是不太敢那什么，告诉我家里人。我哐，你比如说，因为我大爷我小姑他们啊，手没甩啊，甩一下，甩完了啊。我姑我大爷他们我都不敢告我说今年我可能上春晚，我不敢说。你说当时嘎我告人，我那个大爷我今年上春晚，然后结果人家默默守在电视机前面，我说没去了，所以就不聊了啊，不聊了啊。就是敬畏啊，需要我们就去，我们就好好的送上一个小节目啊，就是这样的啊。我可以祝这个学生粉金榜题名吗？当然，希望你金榜题名。然后呢，你得好好学习呀，你得学了，你才有那个榜啊。你才能金榜题名啊！你光要我的祝福不太行啊，所以你还是得加油。以后下次去横店拍什么戏啊？拍那个就是一个关你什么事儿？别瞎打听。有朋友几月份进组？我算一下啊，几月份？我看1、2、3。我刚刚说他没说你是吧？他问我下一部戏在横店拍什么戏，我说关他什么事吧？你问我几个月进组，我说他没说你是不是？没点你名。我喜欢下雪吗？我喜欢下雪，但我不喜欢冷。喜欢下雪，喜欢的啊，因为下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冬天该有的一件事儿啊，冬天该经历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喜欢的。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然后老大我高数99分，夸我真棒，真不错。高数是什么意思？就是高级数学是不是？真棒啊，真高级，真厉害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且特别尊重学习好的人啊！我就是因为我学习不好，所以我碰到那种咱家这个很多朋友是很多学历都很高，有些朋友刚才还有当老师的啊，说他学生都是全区第一什么的这种全市第一的，我就觉得很觉得这
就是很崇敬这样的人，真不错，真厉害啊！高等数学是吗 ？OK， 你看，在我直播间不仅能获得欢乐，朋友们，我也能学到知识。高数的意思就是高等数学，对不对？真棒！因为朋友们是这样的，我高中没上，我高中是就读于丹东烹饪2技校，学的厨师。当时你们在学高等数学考99分的时候，我是拿了我们学校雕刻比赛的第2名。啊，雕刻比赛第2名，我属于就是这个啊，咱是不同领域的。但是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360行，行行出状元。所以现在我学完厨师之后，我就是现在当歌手演员了嘛。学了没用，最多上一些那个跟厨艺有关的综艺有点用啊。你说宁哥，你能给我寄点雪吗？我是一个南方的孩子，没见过雪，让我给你寄点雪呀。我给你寄点雪。哎，朋友，我觉得他打开了一个思路啊。以后我跟你说，再过2天我直播间什么呢？我直播间现场带货，卖雪，是下的那个雪啊，不是另一个雪啊，卖那种下的雪。哦，我上马路上团个球，搁冰箱冻实诚了，然后整几个冰袋给他那个保鲜箱给他发过去，一个雪球5毛钱。到了都化了，不能，我给你弄个保温箱，弄几个冰袋搁里边弄的。有朋友说我买，你有病。像你这种，你小心那种就是那种诈骗，你小心落入那种诈骗。我跟你说，真的是，有可以，太便宜了，算了，不赚钱。我说我卖，你要买啊？已经有这个生意了是吗？那说明有人已经干得比我早了啊，真不错。就是朋友是这样的，你家没有冰箱吗？你家？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过的生活都还蛮那个什么的，蛮幸福的。家里什么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个起码得有吧？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吧？搜旧电视，搜旧电视就洗衣机了啊！你家有冰箱的不对，冰箱里的是冰，不是雪。你冻完之后拿小刀去刮它嘛，给它刮成雪那种嘛，或者你去超市买个冰淇淋，都一样。济南到今年还没下雪啊？应该能下嘛，等一等吧，再过2天再冷一冷，过年左右应该会下吧。有朋友说买10个雪团，买我10个雪团送1张签名照。就是现在就是卖雪球这种的也有周边了是吗？咱就是说这个瑞雪兆丰年，大雪困我2、3年，加在一起是5年。有朋友说，宁哥，你刚刚说冰箱、彩电、洗衣机3件套，我现在的是 iPad、手机、电脑3件套啊，真厉害，真有钱。咱家这帮朋友就是在不经意的炫富，你竟然拥有这么多电子产品呢，真不错。我说宁哥越看你越像唐僧。
你这孽畜，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还不赶快退下！没想到你竟然能来到这里。唐三，五级6考。当时让我配音啊，当时那个斗罗大陆不是吗？斗罗大陆我去客串了个角色，然后呢，让我去那个配音啊。我当时我演的时候没那么多词儿，一配音40多句啊。有人问我，宁哥你不热吗？年轻人自然不会怕热，而且热只有自己知道。我劝这位施主不要多管闲事，每个人都有穿衣自由，他热他自然就会脱，无需你来操心。好了，退下吧。现在还有朋友说我穿的像奶牛，没事儿，反正就是我一直说一句话，就跟你们聊不了太时尚的东西，跟你们聊不了太时尚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的一些这种穿搭理念你们都无法 get。今天这一套一会儿奶牛一会儿斑马一会儿瘦像唐僧，这会儿整8个人出来又潘打的啊。就是各种的，有朋友刚刚有朋友说都不说斑马了，说宁哥你像斑马线，他还想踩我呢，他想从我身上压过去，他想。哎，我最近又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想分享给你们啊。我有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我就会收藏起来。这歌很好听，你们没事可以去听一下，叫做是个英文的啊。This is heaven, this is hell。这是是什么？这是天堂，这是地狱，是这个意思吗 ？This is应该是这个吧。I know how this story ends. We make believe and we pretend. 有朋友说宁哥你日文很好吗？我不会说日文啊，就是因为那个我最近好像合作了，哦，我这小半年合作了3个日本歌手，然后雅呢他是可以说中文的。哦，我跟他说中文的时候，我不管他能不能听懂，反正我就说。哦，那天有一天我去那个录音棚录歌，还碰到他了，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那个什么，我跟他，而且不仅说中文，我跟他说东北话，我不管，朋友之间不拘小节啊。我就是他在那里边录音，我就过去了，我在故意在那抱个膀看他，他在那往外看了我一眼。他就出来了，我俩打招呼，我说他录一个歌嘛，然后我就说，我说加油，真棒啊，真不错啊，行，有空咱俩搞一个，咱俩一块搞一个啊。他说，他就
他没听懂。我说没有事儿，我说后面咱俩没事可以搞一个啊，咱俩一块搞一个。我说那个合作。哦，他说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搞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没关系，入乡随俗嘛啊。然后你可以跟他说英文，英文搞一下怎么？你给我翻一个来，因为我的语言系统就是英文无法去翻译参透啊。我说后面有机会咱俩搞一个，用英文怎么说 ？You and me make after 啊。有朋友说 sing together， 我说的不是一块唱歌，我说的是搞一个。你不太明白，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咱俩后面一块搞一个啊，因为他在录音嘛。正常我们的语境就知道后面要搞一个歌一块合作一个，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就是那种，因为你说哎后面咱一块搞一个啊，和后面我们一起合作一首好听的音乐，这就歪到了，你懂吗？后面我跟你 sing together a song， 这种就歪到了，回头咱俩搞一个就很哥们儿，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语言的魅力啊，懂不懂？搞一首song sing 一 sing 呗，他应该也能听懂吧。对，所以很多朋友，但是我能听懂一些日文，我确实能听懂，因为我一直看啥呢？我看那个动漫看的多一些，然后包括那个看那个名侦探柯南看的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日文我是能听懂一些的，啊，日文的一些口语我是能听懂一些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说的时候，那个比如像那个工藤静香老师在台上跟那个录音老师，虽然他旁边有翻译啊，但他的翻译过来他就是。他就是那个，他的 voice 怎么再大一点什么之类的这种的，他那个录音老师听不太懂，我在旁边我说他要他的人声稍微大一点，然后然后他说怎么低吧怎么就之类的，我说啊，他把他的混响给他稍微延长一些啊，就是我还给他当翻译呢，有朋友说来两句。君の湯の背にどで届けに行こう命の砂漠へ君の湯の背にどで就会这两句。朋友们，我以前可是唱过核爆神曲的选手啊。闹呢？我以前可是唱过这个歌的。这样子，我去搜一个音译歌词，
有朋友说你是罗马音选手，罗马音怎么了？罗马音他就唱的，其实歌很多，包括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你唱的就是一个味儿，唱的是个味儿啊。我搜一下这个有没有那种中文谐音。君ずこばかりおむぼりを着たしこなくくりで踊らけても Cool So cool Okay, let's get itのがり思ぼれを聞いたしげとな心でおのあらけても棚に垂らした哀らな足に濡れた鏡の中そぶる傷ばけひくら出して気軽な強さで勝ちよそべを泥だけていでも気はやつれと裏つかしらとりだ I say cry I say lie I say landing I say ringing 感感と say oh I hate oh I hate oh anything who's a coward against you sad我之前唱的会更像一些，现在唱的不太像了，啊，之前唱的会像一点，我以前就是因为总直播嘛，我学了很多，就是其实挺多的啊，那个。日文歌啊、韩文歌啊、英文歌啊，还真的学的挺多的啊，但我现在全忘了啊。我以前有一个记事本里边全部都是音译歌词，全部音译过来的那种的歌词，有朋友说弯帽，弯帽什么弯帽？啊，I say cry, I say lie. Cry on my shoulder. 哎，这歌好久没唱了，但我每次。Say cry， 来个英文的啊，先来个英文的尝尝啊。Cry on my shoulder， 什么意思呢？在我肩膀哭泣，哎，是这个意思。在我肩膀哭泣，它的最经典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你看这个正宗的伦敦腔。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Cool. But if you wanna cry, 可以啊，来一个啊。我唱歌的时候得把墨镜戴上，因为我怕丢人。
never comes to you. Even need someone you feeling blue. If you're waiting for love and so long, if I call your friends about this home, you can run away but you can hide. Through a storm or through a lonely night, then I'll show you this the destiny, the best thing they are free. 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 show you what I can do. If it's got a girl, oh, let me know. There's a prison having me will go. If I have us million years away, oh, just call me and I'll make you day. When the night I'm getting cold and blue, when the day are getting hard for you, I'll always hear by our side. I promise you I never had. But if you wanna cry, cry on my shoulder. 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 show you what I can do. Cry on my shoulder. Oh, I care for you. If you're feeling sad, your heart gets colder. Yes, I show you what I can do.宝刀未老，有电流是吗？不重要，听个乐呵得了。你真当演唱会听了，那不行啊！那演唱会还是得到现场听个乐呵得了啊，挺好，挺好的，听个乐呵，吵吵闹闹就挺好。嗯，接下来我整一个，我再找一个，不行，上劲儿了。我再整一个英文的啊，整一个什么呢？整一个帅气男孩来。
crazy and that I am blind, waiting alone.这个有朋友说咱俩有同样的童年，也未必啊。我以前还会他们几首，但现在有点都忘了。还有一个买 love 是吧？他这有一首歌叫买 love。来一个。Never street, never house, I heard inside my heart, feeling low,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 I had the song we sung together. Oh yeah， 哎，刚才应该就跟雅说这句话。The songs we sung together， 我们一起搞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在这儿给你翻译了。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搞一个。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 we had the song we sung together. Oh yeah.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ight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I hope my dream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ife. Oh, I sing the coast to coast to find the place I love the most,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I try to read, I go to work, I laugh with my friends, but I can't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 we had this all sent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the light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the little prayer, I hope my dream will take me there. 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啊。接下来找个韩文的了。我还是搜一个音译歌词吧，以备不时之需。但我基本是不用看的啊，因为这个我是唱的比较熟的一首韩文歌了。咱家老朋友都应该都有很多朋友都听我唱过这个。
客鸟嘎头啦。这个版本不太好，这个版本感觉在胡说八道。找一个啊。来了啊！先不戴眼镜，算了，戴上吧。因为我怕看不清歌词，戴上眼镜有点黑。脸怎么这么油？现在脸，我是出汗了有一点，因为确实有点热。来了啊，一首韩文歌曲《If You》，送给在场的好朋友。그녀가 돌아가요. 난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어요. 사랑에 떠나가요. 도달이지 않을 길이 시지가 않네요. 묽어지는 그대 모습만 내 발에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 진담 시간이 지나면 떠면하지가 이 생각에는 If you 아직 넘어가지 않는다면 우리 다시 돌아갈 수는 없을까? If you 너도 나보고 간도한다면 우리 조금씩을 갈 수는 없을까? 잘하고 그래서 그대는 어떤가요? 정말 아무렇지 않은 건가요? 이별이 지나봐요. 그대 이주 아시지가 않네요. 맑아지는 그대의 모습만 내 발에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 진담 시간이 지나면 떠면하지가 생각에는 oh, if you 아직 넘어가지 않았다면 우리 다시 돌아갈 수는 없을까? If you 너도 나와 하도 괜찮다면 우리 조금씩은 갈 수는 없을까?
캘린자 가래 우리고 사랑 속에 몰래 원래 우리 저에게만 산시진으로 지리하고 밀로 슬픈 미모기로 나 위 몰랐으가 If you 아직 너무 늦지 않았다면 우리 두 개 쉽게 가서 넘었을까 If you 늦지 않았다고 해도다면 우리 저기 쉽게 가서 넘었을까 잘나고 그래서我以前唱的比较熟，但现在以前生活所迫，直播间总有人点这首歌，然后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学呀，然后学就得唱啊。有朋友刚点了个叫眼鼻，是叫眼鼻嘴吧？미안해 하지마 너가 전화였지잖아 내가 으는 것은 너 어서 나는 저기 별가 나는 괜찮아 마지막으로 날 바라봐 아무렇지 않는 듯 웃어도 네가 보고 싶을 때 기억할 수 있게 나의 머릿속에 네 얼굴 그릴 수 있는 게널 보면서 나의 가슴이 집착이 되어 널 가득고 혹시 넌 나 때문에 힘들었니 아무 대답 없는 너 바보처럼 왜 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너 떠나버렸는데 너의 눈, 코, 일은 안 내가 네 손에 자는 정들어도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꺼진 불꽃처럼 다 들어가 버린 우리 사랑 모두 다 有热搜20，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会吧？我听一下啊。我看一下啊。刘宇宁入驻微博10周年，19了，19了啊！那就唱一首《10年》吧，好不好？怀揣着痛，唱两句啊，唱。这首10年呢，送给好朋友们，希望我们也能一起走过10年，好不好？送给各位。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动，我不会发现。有朋友说这个10年，那还有别的10年吗？你刚才要晃我一下呀，你差点没给我晃卡了。
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不过是分手。10年人间我不会唱，我刚才故意的，我说个那个，我唱个这个，让你们有一个这种反差感，我那个真不会。是谁眼中照亮时间设下的你残光，是幻明的离场，肆意流淌，看谁站过的地方，请举一百空千窗，看眼前最真假相加，又何妨？怀揣着炽烈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天空随波都空中的回响，到最后静静心与夕阳燃烧在身上，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有最崎岖的峰峦成全过你我张狂，海上清辉日明月升尽悲光，有最孤傲的雪山静静你我送上，世人心弦的桥段不我寻常。就这个呀，是吧？我听过，但是我一直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之前有朋友叫我去学过，但是我没学会，没事儿。这样式儿，今天就是咱们就假唱一回，刘宇宁假唱，好不好？我今天假唱一回，咱们一块儿感受一下。我把眼镜换一下，朋友们。来路艰险，云可照前路坦荡光，并不藏的是山无需度量，看你计算的无常和你来时的彷徨，看终有勇气独当，人是荒唐，怀揣着炽烈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也结果随过都空洞的回响，到最后静静夕日夕阳仍留在身上，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有最崎岖的峰峦成全过你我张狂，海上清辉日明月沉浸悲光，有最孤傲的雪山静静过你我送上，世人心弦的桥段不过寻常。最崎岖的峰峦成全了你我张狂，海上清辉圆月升尽悲光，有最存活的书签记载过光阴漫长，无意识过的片瓦历数寒凉，有最孤傲的雪山静静前的桥段不过寻常，有最紧张的自己都已随经历
OK， 行，也算满足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小小的期望啊，挺好，你们开心就行啊，是不是？我们作为艺人来说，就是一个服务行业，你得把顾客当上帝，你的听众、你的观众就是你的上帝，把他们服务好，你才有更美好的未来。正所谓，顾客就是上帝，但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观众也是上帝。所以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上帝最大，上帝你最棒。好了，我退下了。我说吓我一激灵。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吗？我平时朋友们，我平时练台词的时候怎么练？朋友们，我平时怎么练台词？我跟你讲，我这一般人都不教，因为我怕给这帮同行教会了，他们都去练了，我都不教他们。但今天我教你们，好不好？我平时怎么练台词啊？怎么练台词和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教同行？因为他们觉得我胡说八道。但是我教给你们这个东西，只要你我跟你说，因为我从一个歌手跳到一个演员，台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门槛。我用了一招非常简单且又快速的方式学，就是让自己能够去原声台词了。今天这个方法我教给你们，想不想学，朋友们？想不想学啊？他们总说我追寻着未来的风景，对于理想的拥挤。有人说不收费吧，那自然是不收费啊。在我直播间里礼物都刷不了，你还想让我收费？哼，想得美！怎么可能？有朋友说刘老师请讲，哎，不敢当。小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朋友们，我同行我都不告诉他我怎么练的，但是今天我在我直播间里，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方式很简单，只要你学会了，你不用时间不用多，只用1周的时间速成。朋友们，想学吗？朋友们，想学在公屏上给我扣1，朋友们，把1给我扣起来。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有这个求知欲望。还有个朋友扣2是什么意思？不想学，不想学你给我出去，你别影响别的同学。你来我课堂睡觉，你可以睡觉，但你不能说你不想学，你出去。还有这么多朋友们想学的呢，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啊！朋友们，那如果想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朋友们。我将会在下一场直播的时候把我这个秘诀告诉各位，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关注，朋友们啊，点关注，开开心心的，下回我再教你们。有朋友说我是骗子，我说了，我说下场直播教，我没说不教，对不对？我说下场直播教，对不对？今天呢，我这个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就是不教谈不上啊。我再重申一遍，我教各位谈不上，我跟各位分享我的学习方法，哎，免费传授给大家，不需要说你上2节课之后，我在后面的课程需要花钱，因为我的这个方法也没那么高深。说白了，
10句话以内就能讲明白的一个方法，但是进步神速。在台词方面啊，虽然我的台词还是不够好，但是我每天现在也在练，我现在每天还在练。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小群里，我不发了一些我的配音的那种视频吗？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在实践一下。一会儿取关了哈，不要取关。放肆！5可是你想取关就能取关的。我席地而坐，生生大漠为我解惑，天地无极，我三未成过，是修罗也是因果。人儿自身意，未改天地，思想不云气。什么？有人竟然要吓我！他说他要使用江湖绝学脱粉回踩。不要了吧，咱们脱粉就脱粉，干嘛要回踩呢？你最多我允许你就是在你的这个某鱼上面，把你的周边卖一卖，这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为什么要回踩呢？你说是不是？何德何愿呢？何仇何怨？犯不上，你说呢，这位朋友？没必要啊。天明夜，真相是天地万物为刍狗，要分故事的还手，谁只是就依旧相依。正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不没谁了吗？所以其实相遇也是一种缘分。茫茫人海中，我跟你认识了，彼此度过了几个春夏秋冬。既然选择分开的话，那我们就坚守4个字：好聚好散。至于刚才你说的气话，说脱粉回踩，我是不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愿意相信，我不愿意相信一个陪伴了我3年的人会回踩我。难道你想说这样的情感叫做爱吗？它不叫做，它叫做扭曲，叫做变态，叫做奇怪。谁的泪水浸烫那些年华，都付走过往。他们为当然我知道刚才那位朋友说江湖绝学脱粉回踩，他是来吓唬我。因为我刚才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说我关注我的微博下场直播，跟他分享我的台词是如何学习的。我相信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知道女人你是离不开我的。不过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还有下场直播记得来看，记住，这不是商量，是通知。行了，差不多跟大家疯了一晚上了。今天晚上有点不太正常啊，因为今天晚上所有的直播内容有那么些许的不正常。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今天我有点累。其实我今天是有点累的，因为我就是工作了一天，我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有一点歇斯底里的啊，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啊，是有点累的。然后呢，但是我又想说，因为今天是个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也是我们之间也有一点小小的这种节日感嘛，对吧？
然后也是跟微博，我是10年前的今天发了第一条微博，所以呢，今天10年的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仪式感嘛，上来跟大家见个面，跟大家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晚上嘛。所以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不开玩笑啊！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然后那个下次直播跟大家分享啊。在这里呢，也很开心跟各位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咱们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晚安各位。只问你最真线，到混个走一遍，爱情就看不顺盘，茫茫天地间，拜拜。我席地而坐。